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3月5号，星期五。这几天正在开两会呢，是不是？好，面具人今天继续来给大家爆料啊，解析一下两会的风向。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你们在座的各位应该仔仔细细的听完，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关乎你们的孩子命运的大事儿的。先来给大家简短的讲讲我在昨天、前天面具人连续2天讲的比特币节目的总结吧。3月2号的时候，我在晚上发了一期节目，讲比特币的矿山被中共没收的事情。3月4号的节目中，我开头也讲到了比特币还是会跌的。结果呢，你看3月4号、3月5号连续2日，比特币的跌幅都接近了10%。一夜之间呀，跌幅接近于10%，这都可以算得上是大崩跌了吧，对不对？那这种炒作市场炒作出来的加密货币，它的涨跌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很多人看这个比特币最近的跌幅很大，就会问了，现在是否可以入场呢？进去赚点钱呢？面具人，我觉得吧，这个要看精算数据，要看散户的入场欲望是否大，心理期待是否高。面具人，我看了精算结果以后啊，我个人觉得庄家会继续砸盘，因为前期比特币猛涨的广告效应非常好。习近平最近也收了不少币和矿山，那砸盘就是一定的了。为啥？因为再怎么砸盘也耐不住韭菜的热情高嘛。很多想入场的韭菜就在等着庄家做空呢，然后呢，他自己就可以入场赚钱了嘛。既然有韭菜兜底儿，那作为庄家的为啥不砸盘呢？国家机器的大数据一精算，是可以直接分析出韭菜的入场欲望到底有多高的，从而建立数学模型。比特币砸盘砸到多少价位最有可能吸引最大量的热钱入场，这些都是能算出来的，一目了然。比特币每次跌的时候，都会有大量的五毛网军出来带节奏护盘，号召大家入市。大家发现了没有？网上很多人，咱们不知道他买没买比特币，但是呢，他确实是玩了命的在鼓吹比特币。可是当你问他你买了没有，来把你的币、把你的钱包拿出来秀一秀，他可不愿意。他说，关你什么事呢？我买了好多的币呢。既然是加密货币，你为什么不敢秀一秀呢？那他既然没有买，他为什么还这么猛烈的带节奏呢？你们有没有好奇过，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也很正常，对不对？不派这些五毛网军护盘带节奏，怎么能吸引更多的热钱出来呢？对不对？你们只用记住一个事儿就行了，加密货币战争这一块，中共这几年已经囤积了大量的弹药了。中共的比特币它是零成本的，和欧美的那些节点里面的热钱买来的比特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的。所以呢，怎么打、怎么玩、怎么砸盘，中共都是赢，因为它零成本。你也不要说电费怎么样了，首先呢，红色贵族的电不要钱，都是奴隶在给造电，造出来的电不用，那才叫浪费呢。电力的存储和运输是很麻烦的事儿，所以为啥面具人昨天就给你们报道了，中共现在要用国家力量搞水电挖矿，还有绿色能源挖矿呢？因为习近平的整个智囊团看到了比特币的威力，比特币在西方吸引的热钱非常的多，知道吗？把这个水抬高了以后，引爆出来的洪水威力是非常大的。其次呢，红色贵族收割的矿山都是这些奴隶自己投资的，他又不用花钱，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看看啊，就看看你周围的人，就能看出来比例了。中国现在有几个人玩得起比特币的？有几个人是在玩比特币的？最大的 Plus Token 都被收割了。现在中国挖矿的多，真正买币的比例都很低啊。
真正真金白银用热钱买加密货币的主力军还是人家欧美日韩。中国的加密货币是怎么玩的？都是这些矿场主他们买的显卡、买的机箱，然后呢做成财富包卖给底下的韭菜，让他们投资，然后他们拿这个投资的钱再去买机箱、买显卡，然后去挖矿，挖出来的矿分一小点点给底下的投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币它就变成了这种理财包呀、传销之类的玩法。但是呢，你在中国想要买到真正的比特币都很难，对不对？什么币安火币也是中共监控着呢，对不对？而且呢，中国人你让他直接买几万刀的币，他买得起吗？还是说和别人拆分着合伙着买，对不对？他连接触都接触不到，都只能接触到这些矿场主搞的仿盘或者是矿盘啊。所以面具人，我为啥一直说中国人和中共组合起来就是很好的武器？因为中国人他做的事情都符合中共的战略思路。你就说这个挖矿的事儿，中国人不拿热钱买呀，他只挖矿，那就很简单了嘛。你喜欢占小便宜，那中共还是占小便宜之王呢，直接把你们都收割了以后，拿着你们挖出来的矿，直接把西方的真金白银给往死的砸，对不对？哎呀，面具人，我个人就觉得根据这些数字模型来看散户的入场热情越高，这个比特币的跌幅也就越大，跌的也就越快。为啥？因为比特币这种建立在人们赋予的信用价值之上的加密货币，它的炒作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的透支。只要大家觉得它有跌的空间，它有涨的空间，那么大家越想入场它能透支的额度也就越大。比特币很可能会跌至去年8月1日当时创下的新高水平，也就是4万刀左右，但是很大概率不会跌破这个点的，因为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入场。如果说它跌破了之前的新高的话，那就意味着比特币可能会探底儿，那别人就不一定有胆子再入场了，对不对？好了，来讲咱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那就是两会最新消息。这几天两会正在如火如荼还是如火如茶咱们可以问一下通商宽衣帝嘛？就叫如火如茶吧。大陆网站上吹过的牛逼也不少，什么经济腾飞呀，再创新高呀，脱贫就业一片欣欣向荣呀，完美新世界呀。别的不多说，一个没有坏消息的社会本来就不是正常的社会嘛。就像人他拉的屎能不臭吗？一个社会它难道真的能100%的干净吗？对不对？咱们就比如说奴隶社会，奴隶的信息全部都是来源于奴隶主的，对吧？奴隶他觉得好得很，有饭吃，有地方住，有活干奴隶主也给你们说我是你的主子，你要听我的话，那我就给你饭吃，多好的。当然了，有些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他自己就会探寻真相，比如斯巴达克斯，他会探索奴隶之外的一些东西，以此来摆脱自己奴隶的命运。还记得从前年就开始火爆的社区团购吗？风风火火的，卖的东西都是很便宜的，很方便的。有些人呢，在小区的群里面呀，公众号里面就能直接买东西，对吧？很多老百姓也都从社区团购里面得到了一定的实惠。那按理来说，这是个好事，对吧？老百姓又方便又能省钱，国家应该支持，对不对？可是呢，这好景不长呀。来，我们看这个视频。3月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对滴滴旗下诚心优选、拼多多旗下多多买菜、美团旗下美团优选以及阿里参投的实惠团、腾讯参投的实享会5家社区团购企业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上述企业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违反了我国价格法有关规定，被处以50万元或150万元罚金，均为违反相应条款的顶格处罚。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对诚信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实惠团、实享会等5家社区团购企业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看完了吧？总之一句话，就是这个社区团购卖的东西太便宜了，所以也要被罚。美其名曰是反倾销。那说到这个反倾销呀，你中共的东西便宜卖给西方，人家西方就不能反你中共的倾销。你可以让西方人落实惠，但是便宜的卖给自己人，让中国人落实惠，你中国共产党就要反中国人的倾销了。真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呀。国家给出的理由是，互联网企业利用资金流量优势进军社区团购，以低成本的价格争夺市场，会给小商贩、社区便利店等线下社区经济模式造成冲击，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短期看，相关竞争企业前期实行补贴策略时，消费者确实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短期的实惠。那话讲到这里都没什么问题，面具人我认可这个说法啊，消费者确实能获得短期的实惠，但是呢，社区团购确实会对实体商贩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些话都没问题，咱们接着往下听嘛。但是占领市场以后，相关企业很可能大幅抬高价格，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这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社区团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米袋子、菜篮子为主，这些基本民生商品价格的上涨，容易引发经济社会的动荡。好，这是中共的官员给出来的理由。那么面具人我就想问了，首先，私人企业怎么垄断？社区团购是多家公司竞争的行为，你家卖的高，他们就去别家买，他想要市场好，他就卖的便宜，对不对？观众朋友们请记住了，社区团购并不是一家公司在搞，是很多家公司都在搞呢，大小加起来有成百上千家公司呢。这些公司他们都是互相竞争的，为了留住顾客，他们都会在品质和价格上面想办法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如果说垄断的话，那除非是共产党一家独大，党说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党掌握最高权力，你不买还不行，民众没有选择的空间和余地，这才能叫做垄断。除了党以外，只要市场经济在，只要市场有多家公司做竞争，客户没有被强迫，那么民间公司是无法做到垄断的。就算是什么电子商务，淘宝、京东、拼多多，他们也是互相竞争的，不存在什么垄断，并且呢，也没人拿枪指着老百姓，逼着他必须买谁家的。如果说有，只有共产党能干出这种事儿，也只有共产党有这种能力拿枪指着老百姓买党指定的商家。只有党有权利修改法律，控制民众的行为，只有党搞了数字货币，可以直接控制锁定民众的行为。所以你看啊，这些公司他们互相竞争，砸价便宜卖，那是他老板的事儿，他愿意便宜卖，那他自己活该呀，对不对？老百姓谁管你呀？老百姓就是要买便宜的实惠呀，对不对？我一手交钱一手买菜，对不对？我老百姓做错什么了？便宜卖也是商家的问题，对不对？就像美国你中共把你的商品便宜卖到美国了，美国政府他也不敢说你老百姓买的便宜了，你们不准买，对不对？人类自从有商业行为以来，店家互相叫卖、抬价、砸价都是很正常的行为，动用军事力量直接控制商人，
那才叫做暴君行为。价位是市场决定的，并不是党决定的。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想不明白。反正现在新生的什么00后呀，或者是小粉红奴才，他们都认为价位是党定的，不是市场定的认为这些商家会把价格无限抬高或者无限压低无限压低，老百姓肯定没话说嘛。无限抬高，你觉得可能吗？老板也不是傻子，抬到一定价位了以后，老百姓买不起了，老百姓就不买了，那他的商品就卖不出去了，他的商品卖不出去了，他就要倒闭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官员是怎么讲的这几家企业低于成本销售商品，补贴范围广，补贴频次多，补贴金额大，业务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对农贸市场、贸易场所、集贸场所和小商贩的正常经营活动冲击较大。此外，这几家企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比较大，拥有庞大的用户量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其违法行为造成的影响被互联网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迅速放大，覆盖面广，危害后果较为严重。看，这都是这些官员给出来的理由。那么按照共产党的意思，他就是说网络购物也会对线下实体的这些商家呀、集市造成冲击，对吧？那我问你，外卖也对餐馆造成冲击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外卖企业也都关停了呢？时代在发展，商业模式也在变化，新模式淘汰老模式，这是必然。那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新生的东西不能对现有的老东西、老产业造成冲击。难道说现在的人不买手机，还是用飞鸽传书吗？难道说现在的人都别买汽车，都坐马车吗？实际上呢，外卖也没有倒电子商务也没有倒。共产党反而把这些东西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这些先进的东西，共产党用的比谁都勤快。现在治理所谓的社区团购，无非还就是党的老套路，韭菜挖完直接挖韭菜，韭菜他们自己种出来了以后，共产党来收割嘛，对不对？中国人就是不长记性，这奴才跪久了以后就站不起来了。中国人的这个基因层面难道说发生变化了吗？共产党的这个猪养肥了就宰的套路玩了几十年了，现在还是一成不变的，非常的管用呀。你看，把这些供销社的老板不也都割了？武汉供销社就已经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供销社下沉社区团购试点打开保供空间。市供销社经济发展处负责人吴迪下沉在涿刀泉街区五环社区，他同时也是五环社区团购的团长。3月2日，他和同事们刚刚完成了400多户居民参加，共计1000多份团购套餐的团购。武汉农村电商的配送车到达社区以后，10多名下沉党员和志愿者上去卸货分单，然后呢，2人一组将物资用电瓶车送到7个小区。他们在小区空地上把各种套餐分类摆好，然后根据参团居民列表，每次通知5人前来，由他们分别按单检出，居民自提，全程无接触，历时3小时，秩序井然。吴迪说，五环社区共有1800多户居民，现在约有30%不在社区内。2月10日开始组织团购，2到3天一次。生鲜团购以供销集市为主，偶尔也组织其他超市的日用品等团购。他们建了2个团购微信群，约有1000户居民加入，覆盖率超过80%。目前团购订单数已经达到了6000单，总金额接近20万元。我们的团购口碑做起来了，
把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好，他们就不用也不会往外跑，社区封闭管理管控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看好了啊，大家听好，这些党员去垄断团购的行为，用了一个很高大上的词儿，叫做下沉。下沉你们仔细看啊，先是让这些私人老板自己投资，自己干活，自己把事情办起来。等这些私人老板把生意做起来了以后呢，共产党就直接拿着枪过来收割了。然后呢，你看这节奏是多么的令人熟悉呀！市供销社机关干部已全员下沉到22个社区。供销社系统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下沉的路径与众不同。市供销社主要负责人打了一个比方，供销社系统每个下沉干部都是8大员，即守门员、宣传员、劝解员、信息员、通讯员、团购员、分拣员和送货员。在协助做好封闭管理管控各项工作的同时，立足这22个社区进行试点，实现了将团购流程走流畅的预期，这为供销集市大范围进军社区团购铺好了路，也给全市供销社系统的民生保供稳价打开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还记得面具人之前讲的网格化治理吗？社区团购其实就是党的供销社进社区的一个新包装而已。他们先让这些私人老板自己搞，最后呢，共产党动用最大的枪杆子，把这些私人老板搞起来的生意直接收割。共产党还好意思说别人是垄断？中国最大的垄断就是共产党呀！以后中国的每个社区都类似于集中营，进小区、出小区、上班，全部都要被数字钱包扫码监控着。然后呢，社区要有党员，党员要做8大员，做什么通信员呀、团购员呀、劝解员呀、守门员呀，你干啥都是被数字钱包监控着之外，还要被党员监控着。之前面具人讲的以楼道为单位搞监督举报制度，这个也是集中营的做法，文革的做法，是不是？现在的社区团购也是一样的，你买饭、买菜、买日用品，干啥都是被党控制着呢。奴隶和奴隶主是完全不一样的，党员是帮着共产党来管理奴隶的。刚才的文章中的那句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呀，10多名下沉党员和志愿者上去下货分担，然后呢，2人1组，将物资用电瓶车送到7个小区。他们在小区空地上把各种套餐分类摆好，然后呢，根据参团的居民列表，每次通知5人前来，由他们分别按单检出居民自提。也就是说，这种活只有党员能干，要么是志愿者。志愿者说白了也是由党员指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党员有分配权。以社区为单位，所有人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是要实行什么大数据申报制度呀、党员监控制度呀，对不对？每个小区都可以解决很多党员的就业问题啦。因为这些社区团购呀、供销社只有党员能干嘛，而且呢，这些人他有一些特权可以使用，比如说管理践踏别的奴隶，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那这样刚好能加大党员的就业队伍，加大维稳力度。可是问题就来了，这维稳队伍庞大了以后，就代表着韭菜又要被多压榨一分，韭菜被多压榨一分，就要更加的增加维稳力度，增加维稳团队，对不对？那就这样循环下去。维稳人员其实本身没有生产力的，他们只是用来维稳底层用的。那这些人呢，说实话，他都是负资产啊，但是呢，他能帮党去镇压底层吗？对不对？在中国，我告诉你，能混到人上人的都不傻。主子怎么想，他们明白得很呢。
看不清主子怎么想的，永远都是那些底层奴隶啊，吃着地沟油，没钱，信用卡还欠着，花呗还欠着，整天被这些债主追命的这些垃圾小粉红，知道吗？啊，这些贵族有钱的，要么去国外了，要么呢就是能猜明白主子的心思，迎合主子的意思啊。你看马化腾就看明白了党是怎么想的，于是呢他急流勇退呀。你们听这个新闻，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建议 P2P 共享单车、长租房和社区团购尤其要关注用户的资金安全，必须严格纳入监管。互联网出行、货运要有安全的监管机制，对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全面发展要有机制保障。马化腾认为，传统产业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中会带来价值链的重组，一旦失控，可能会导致资本与新商业模式对原有生态的从业者造成冲击。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应该秉持科技向善的理念，践行技术伦理规则，将发展置于安全底线之上，强化商业伦理规则，将创新置于有效监管之下。对于马化腾的建议，有网友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 P2P 共享单车、长租房和社区团购等行业不监管就会越来越乱。观众朋友们，你们仔细看好腾讯最近的发展啊！先是马化腾的高管在缅甸被杀，当时面具人我也报道了，对不对？前段时间呢，腾讯又被反垄断调查了，现在呢，马化腾老实了，规规矩矩的为党说话了，又是要把长租房、社区团购、共享单车交给国家监管了。说白了，国家监管就是国营化。共产党的这个监管可不简简单单的是监管哦。而且呢，这里面有句话印证了面具人我前段时间一直给你们说的，中共现在要进军租房市场了。如果说这个卖房市场的水池子不能满足中共的话，那中共就还有租房这个超级大水池，长期的水池，对不对？那期节目我看啊，是2月12号的节目，等会儿呢我会把那期节目的链接抛在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里面。那期节目我已经把中共看准了啊，中国的这个房租市场讲得很明确很详细了，你们到时候可以回顾一下。你们仔细看好啊，什么出行呀、货运呀、租房呀，共产党全部都要监管，再配合数字人民币，没有共产党管不到的啊，全部都是大数据一体化监控了。其实上层社会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底层的人真的很难摸清，我们也只能通过现象来倒推上层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大家可能都会在想啊，这些资本家被共产党割了以后，为什么不造反呢？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资本家他们互相都在等着党给资源赚大钱呢，他们自己的钱基本上都是党给他机会赚的，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反呢？对不对？党给的钱，党再收回去一部分，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换你也能接受啊。再说了，他想反，别的资本家先把他拿掉，把他的资本侵吞。别说是中国的资本家对中共忠心耿耿了，就算是世界上的资本家对中共也是杠杠的。为啥呢？大家来听这段新闻啊。在过去的1年里，居住在中国的10亿美金企业家新增了259位，达到了1058位。中国以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1000位10亿美金企业家的国家，超过了排在其后的美国、印度和德国3个国家的总和。名列第2的美国有696位10亿美金的企业家，比去年增加了70位。中美两国10亿美金企业家共占全球54%，印度排名第3，其次是德国、英国和瑞士。你看，
中国的超级割韭菜模式、奴隶制和中共的贵族人权模式对贪婪的资本家吸引力是很大的，而且呢也是很成功的。它就是造亿万富翁的成功大机器呀。我们都知道，做生意要有成功案例才能吸引人，对不对？中共的成功案例就是和党勾兑，压榨底层，就能短短的数十年之内，从最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比美国的富翁还要多的国家。这就证明了跟着中共混有肉吃，能发大财呀。你甭说什么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这些玩意儿，人家这些资本家他们要的是钱，因为有钱就能吃好吃的，有钱就能睡美女，有钱就能玩好玩的，有钱就能装逼潇洒，有钱就能欺负别人，对不对？外国人都是这样，更何况这些没有普世价值的就喜欢踩弱者的中国人呢，是不是？习近平他已经从防疫呀、经济呀经济未必是习近平的功劳，但是呢，习近平搞扩张，他爆发了中共的老本。其实中共真正把经济底子铺好的还是江泽民，对吧？但是呢，现在中共的皇帝是习近平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底气就都是他的。然后呢，习近平就有底气说了，坚决不搞西方所谓的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你们看好啊，全世界都在右转逆民主化，叙利亚、泰国、缅甸、香港、阿富汗、内蒙、乌克兰、法国都在右转，独裁复辟。结果呢，你看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却无可奈何。美国在冷战之后，它积极推广到全球的自由民主、美式民主普世价值正在溃败。而现在中共正在积极推广的贵族人权制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各路的诸侯吸引力是巨大的。因为有高科技监控洗脑和枪杆子军事的加持，可保各路贵族千秋万代，他们世世代代的子女过上衣食无忧、享受奴隶的生活，对不对？这诱惑力是很大的。你是诸侯，你是贵族你是别的国家的统治者，你也想跟着习近平复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如果处理不好这种事儿，世界将会进入新的时代，那就是高科技奴隶制。你别说一个政客的道德有多高，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有多么的爱自己的人民，那如果说这些统治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还要搞宪政呀、立法呀，限制这些政客的权利呢？对不对？要法律干啥嘛？对不对？要法律现在成了限制底层的可怜人的了这些权贵们来制定法律，怎么压榨底层人你别说底层了就这些可怜人，他会欺负更可怜的人，这就是人类的劣根性嘛，对不对？如果美国它的这个自由民主普世价值溃败了以后，全世界甚至都不用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推广，他自己就会右转变成独裁奴隶制，因为这个就是人类他的劣根性，他自带的习近平他如果做成了这种事儿，把西方阵营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给瓦解掉，他自己搞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自己建立新的秩序，那习近平的历史地位将会超越希特勒，刷新世界霸主的高度这也是全世界底层人民的灾难的开始。我告诉你，很多这些网军五毛还在网上造谣说希特勒是右，习近平是左左才是坏的右是好的右这个制度是好的，只是希特勒是坏的。那面具人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傻缺文盲，去学历史，看看左右学说的诞生是在哪儿。右派叫保守派，它最早起源叫做保皇派，懂了没？右派就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维护权力者的，懂了没？左派叫做自由派、激进派，他就是反对这些保守派的，
而诞生的，知道吗？自己去研究研究历史。而且呢，你说希特勒是民选的，那川普是不是民选的啊？那缅甸的这个政府它是不是民主政府啊？香港之前是不是民主啊？泰国之前是不是民主？不也被复辟了？不也没民主了？不也变独裁了？这个民主变独裁，独裁变民主，它是可以变的。你以为你有选举了，你就千秋万代了？你有这思想，那证明你才是独裁奴隶狗呢，知道吗？哎呀，还独裁民主选出来的咋了嘛？民主选出来的就不能独裁了啊？你说这都是屁话。习近平不就在搞这个事儿吗？啊，煽动别的国家啊，这些统治者走独裁，对不对？习近平是要做全球的千古一帝呀，独裁中的独裁呀！啊，谁告诉你民主不能变独裁的？你告诉我啊，对不对？那独裁都能变民主，民主就不能变独裁了？事实上是民主比独裁这个体制要脆弱得多。民主需要人的良心、人的道德、人的智商、人的教育去维持的。而独裁呢是天然的，懂了没？啊，这可真不是说着玩的。我告诉你，人类的独裁和整体的社会文化水平有必然的关系。可是呢，习近平他现在搞了个什么？中考不准复读了。那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不？来看这张图啊，普高和职高比例1:1。初三不允许复读，中考只有一次，考不上就去上职高。那这就代表着高中你们别想考了啊，你考上了就考上了，考不上了那去上技校啊，当技工，对吧？啊，你高中都考不上了，你更别说以后考大学了，对不对？金灿荣之前不是还说了，多生几胎，高考给加分，然后呢，然后高考你也甭想了。在初中就把你拦截了，你就没戏了。从中考就把你的孩子堵住了。可是你把孩子也培养到初中了，怎么办？你还能把这孩子扔了啊？继续养呀，给国家生产技工呀，对不对？其实在中国能让自己的孩子上个大学，是中国每个家长的梦想呀。可是目前来看呢，这个梦想也要没有了。普通家庭的孩子能上职业学校出来当技工都已经不错了，实在不行呢，就是搬砖种地2选1嘛。国家他现在要的是劳动力、生产力啊，流水线工人，懂了没？搬砖的这些统治者呀，坐办公室的文员呀啥的，搞政治的当官的，轮不到你们这些废物。来深圳工厂打工1年到底能挣多少钱呢？有的人说来深圳1个月拿6000的工资太少了，还说毕竟深圳的房价几万1个平方。那今天我就给你们说一下深圳的真实工资。深圳底薪2200，22天正班，超过算周末加班。大部分工厂是26天制，也就是说可以加4个周末，按每天10个小时，也就是可以加40个周末加班。22天正班，每天加班2个小时，也就是44个平时，那总共1个月加班按工时是82个，加班费2000左右，加班费加上底薪2200，也就是4200左右1个月，再加上点全勤补贴啊别的补贴，1个月4500左右，扣了伙食费、社保、工资金等，1个月就4200了。你还别不信哦，这就是深圳的真实工资。说1个月有6、7千的，那都是中介套路，中介为了招到人为他赚钱。他都是说的天花乱坠。你们记住了，所谓的中考只能考1次啊，大学考不上上不成，这种制度是挡不住权贵们的孩子的。权贵们的孩子在哪里都是有绿色通道的，当明星呀，当网红呀，做生意呀，甚至是当民主大师、反共大师，都是权贵的子女啊。你看现在这些事情中国的明星什么刘亦菲呀，包括海外的这些红3代民主大师不都是权贵的子女吗？而且共产党他在文笔上还是赶得上潮流的，什么反共圈呀、文化圈呀、娱乐圈呀，
都搞的是有声有色的，什么年轻化、色情化、二次元化，什么话都给你弄上。你想要啥样的，你想看啥样的都有，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中共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人类一分为二，最原始的奴隶制度，主子和奴隶一分为二，再通过洗脑把奴隶变为奴才。中共积极推广贵族人权制度，世界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看，在缅甸、泰国，全世界右转的国家，这种制度很快就推广开来了，因为奴隶制是人类天然就带的，不受限制的。自私是人的劣根性，当然了，从自然的角度来说，自私是人的优势，因为只有自私才能生存呀，对不对？给你们看这个视频，共产党他现在又要取消英语作为必修课了，甚至要取消学英语了。我不是说英语不重要，我不是说不要学英语，我是说不要让全民都去学英语，而只有少数人能用到英语，这个就不合理了。但是从这个结果看呢，就是毕业以后仍然有这个需求，工作需求要使用英语的，可能不到400万，4000万人学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学9年，最后呢，这个只有1/10左右的人这个有用。你现在让孩子这个背负那么重的负担，最后学一门他未来可能根本就用不上的课程，我觉得是对教育资源和对孩子这个宝贵成长过程的一个非常大的浪费。强调素质教育，它素质教育的时间从哪儿来呢？应该对我们现行的教育这种课程的设置做一个合理的调整。我提出来，比如说小3科，就是美术、音乐、体育。我觉得这小3科如果增加他们的课时量，减少英语的课时量，这对于绝大部分孩子是普惠的。如果家长决定让他的孩子未来要出国，你可以上课外班也好。我在提案中建议呢，就是英语成绩呢不计入总成绩。我觉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你应该就是无论从课程设置上，这个还是从这个个人的计划上，都应该精细的来策划，这样呢才是节约社会资源节约国家的这个宝贵的教育经费更重要的是节约孩子的时间。看完了吧？这个人说了，只有1/10的人能用英语，所以呢，普通人没有必要学英语。这个话说的没毛病。1/10我算算9000万党员加上他们的子女，对比14亿人，也差不多是1/10，没毛病。观众朋友们，你们只要记住这个点就行了。你去任何西方国家留学移民，你都是要会英语的。你不会英语，你想去移民，你做梦吧。本来呢，会个英语还能出国改变命运。有句话是怎么说的从小学好英语一辈子不做奴隶不会英语锁在强国做奴隶现在呢，党直接不给你教英语，让你不会英语了，你还出国呢？你出你大爷的锤子呢？你出国呢？这哥们儿在视频里面说的很明确了，普通人学啥英语呢？你又不出国，对不对？人家能出国的人才用学英语，
你普通人学英语就是浪费社会资源，出国你出得起吗？然后呢，大家再看这个视频。学校应该对家庭作业的时长有基本的统筹。现在教育部发布中小学做课后服务，那对小学生来讲，作业就在校内就可以完成了。对于初中生和高中生讲，那么时长如果够长的话，在校内也完成了，回家就是学生自主选择一些拓展或者是补充性的作业了，那都由学生自主选择。看完了吧？以后小孩子写作业还不能回家写了，要在学校里面写学校要增加课后服务。可是面具人，我想知道这个课后服务收费不？二一个呢，权贵们的孩子用不用上课后服务？来，面具人，我就问你，权贵们想干啥？奴才能管得了吗？奴才敢管吗？不能吧，对不？不敢吧？好，确定了这一点以后，大家再把这些消息整理起来。屁民不能学英语，屁民不能复读。其实屁民复读的概率不低的，因为屁民的教育资源本来就是没有贵族好。之前呢还能靠勤能补拙，现在呢你想勤也不让你勤了，直接不能复读，并且呢屁民要在学校写作业，学校增加这个课后服务，那肯定就会有课后服务费了，对不对？这些模式，这些玩法对红色贵族只有利没有弊。中共其实现在开始意识到了知识垄断的重要性了，结果呢就是不让学英语了。有钱有人权的权贵，人家该怎么学照样怎么学。课后服务人家不用服务，人家回家服务，行不行？只是这个课后服务对底层很管用呀。一，可以割韭菜；二，可以直接限制穷人小孩接受知识的条件，加固洗脑。你课后也不用回家听你父母的启蒙了，在学校学习强国就好了。面具人从这些举措就可以看出来共产党他现在想控制知识的覆盖面，以后的义务教育课本会更加的傻瓜化、贫瘠化，教的知识只用适应韭菜的日常需求就可以了。权贵的孩子生下来就学习怎么骗傻子、骗川粉、割韭菜。很显然嘛，你们看油管上的这些造谣愚民频道，你们仔细看好了这些造谣频道、愚民频道，年龄越小的博主反而比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更会造谣骗人、割韭菜。这其实就是红色子女的老本行，他们在干的无外乎就是配合他们的祖祖辈辈继续愚民墙外的人嘛。墙内墙外的愚民套路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制造傻逼嘛。油管上面像面具人我这样的提高智商的频道，你还能找到第二个不？对不对？海外的华人呢，就用什么仇恨呀、阴谋论呀、恐惧呀、蜥蜴人呀、世界这个阴谋政府呀、深层政府呀、这个开松国体呀、升华灵魂呀，用这些玩意儿画大饼，让他们变得更消极、更无能、更傻逼。海内的华人呢，就用什么学习思想呀、传统文化呀这些玩意儿给他们洗脑，以此可保我大袭江山，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其实你们仔细看好了，这些海外的民主大师呀、红三代的反共斗士呀，你没听错，红三代反共，你没听错，真的。现在油管上这些反共大师越是年轻的都是那些红三代。我告诉你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和调查红三代反共是为了巩固统治海外的华人，懂了没？把他们圈养，这其实也是在帮他们的祖辈不管是墙内的还是墙外的这些人，他们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也是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骗，就是笔杆子给你洗脑，给你写文章，给你讲故事。可是呢，这个套路屡试不爽呀，因为傻逼多嘛，对不对？少听点别人讲故事，
啊，有空多锻炼锻炼身体，多学学文化，多学学知识，都比听这些网上的人造谣好，懂了没？有这时间多陪陪你的家人啊，多关注关注你家人的身体健康，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都比干啥强啊？都比这些造谣强。他们守江山，他们赚钱啊，这都是承接着共产党一脉相承的东西。这也不能怪你们傻，也不能怪他们坏，这是食物链的生态构成而决定的。狼吃羊，你能说狼坏吗？对不对？你能说羊弱吗？天生就是这样嘛。以后的这个红色子女和底层的傻逼奴隶生下来就不是一回事呀，对不对？学的东西认知完全都不是一回事嘛。啊，底层的人是学着要怎么变成傻逼，而这些红色贵族的子女，他们是学着怎么把他们变成傻叉，该怎么统治这群傻叉，怎么骗他们